明正德元年，公元1506年，北京，一个34岁的刑部官员因上书替蒙冤的言官求情，触怒了权倾朝野的太监刘瑾，他被当庭杖责40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扔进大牢。随后一纸贬书发配到贵州龙场，一个瘴气弥漫、野兽出没的蛮荒之地。这个人叫王阳明，他走了几千里路，住山洞、搭草棚，随从们一个个病倒，他反过来煮饭喂药，照顾他们。但每到深夜，一个念头反复折磨着他：如果圣人处在我这样的绝境中，会怎么想，怎么做？一天夜里，他躺在自己做的石棺里参透生死，忽然猛地坐起来，放声大笑。他悟到了一个极其简单又极其颠覆的道理：圣人之道，无性自足。圣人需要的所有道理，不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，不在师长的耳提面命中，而在你自己的心里。这就是龙场悟道，心学诞生了。王阳明出生于1472年，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。父亲王华是成化17年的状元，但他从小就不按常理出牌。12岁那年，他一本正经地问私塾先生：人生第一等事是什么？先生说：当然是读书考功名。他摇头说：不对，人生第一等事是做圣贤。此后的10几年，他像疯了一样到处寻找成为圣人的方法。他读朱熹的书，相信格物致知，于是拉着朋友跑到院子里，对着竹子开始格。朋友到第3天就跑了，他坚持到第7天，竹子还是竹子，什么理也没格出来，反而把自己格出了一场大病。他又去研究道家养生，跑到山里修炼，又去钻研佛经，一度想要出家，还痴迷于骑射兵法。15岁就独自跑到居庸关外考察边防。他什么都试过了，但始终找不到那个让他安心的答案。直到龙场那个夜晚，他才终于明白，答案不在外面，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。龙场悟道之后，王阳明提出了3个核心命题，一个比一个颠覆。第一个，心即理。朱熹说理在万物之中，你要一件一件去格。王阳明说不对，理不在外面，理就在你的心里。一朵花在你没看到它的时候，它和你的心同归于寂。你看到它的那一刻，花的颜色和你的心同时明亮起来。意义不是客观存在的，意义是人心赋予的。离开了人心的感知和判断，万事万物无所谓善恶美丑。所以你不需要满世界去找理，你只需要回到自己的内心。第二个，知行合一。这不是知道了就要去做那种心灵鸡汤，他说的是更根本的东西。知和行本来就是一回事。你以为你知道孝顺父母，但如果你从来没有孝顺过，那你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孝顺。真正的知一定包含着行的冲动和能力，真正的行一定是知的自然流露。就像闻到臭味会立刻皱眉，知臭和厌臭是同时发生的，没有先后。那些说自己知道但做不到的人，在王阳明看来，不是做不到，而是根本不知道。第3个，致良知。这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最终落脚点。他说，每个人生来就有一颗良知，不需要学习训练，天然就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，心会猛地一紧，这不是算计之后的结果，而是良知在瞬间做出的反应。你做了亏心事会睡不着觉，不是怕被人发现，而是良知在审判你。修行的全部功夫就是去除私欲的遮蔽，让良知的光明重新透出来，然后按照良知的指引去行动。这一套思想的潜台词太激进了。如果真理就在每个人心里，那权威还有什么用？如果良知人人都有，那圣人和普通人之间的鸿沟在哪里？王阳明的回答是，满街都是圣人。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，只要凭良知做事，就是圣人。一个不识字的农妇，只要心地光明，就是圣人。圣人的门槛不是读书多少，不是官职高低，而是你的心是否清澈，良知是否在场。在等级森严的明代社会里，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的宣言。但王阳明绝不是一个只会讲学的书生，他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全能型人物，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，每一项都做到了顶尖。正德11年，江西、福建、广东交界处匪患猖獗，朝廷束手无策。45岁的王阳明被任命为南赣巡抚，负责剿匪。
他没有急着出兵，而是先摸清匪徒底细和情报网络，发现匪徒在官府内部安插了大量眼线，于是故意散布假情报，一举揪出内鬼。他推行10家排法，切断匪徒和民间的联系，训练民兵，改革军制。不到2年，横行数十年的匪患被他彻底平定。更传奇的是，正德14年，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造反，号称10万大军，沿长江而下，直逼南京。当时王阳明正在去福建的路上，手上没有一兵一卒，他一边往回赶，一边就地招募士兵，一边伪造朝廷公文，四处散布，制造大军压境的假象，让宁王犹豫不决，在南昌多待了10几天。就是这10几天，王阳明凑齐了一支临时部队，直捣南昌，逼宁王回救，最终在鄱阳湖上一战，将其生擒。从宁王起兵到被俘，前后不过43天。有人问他用兵的秘诀，他说了8个字：此心不动，随机而动。心不被恐惧、贪婪、急躁所扰动，保持如明镜一般的清澈，然后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应对。这8个字既是兵法，也是心法，更是他一生哲学的浓缩。但功高震主从来都是危险的。平定宁王之乱后，朝廷里有人嫉妒他的功劳，甚至诬陷他本来和宁王有勾结。正德皇帝身边的宠臣甚至建议让王阳明把宁王放了，然后皇帝亲自去抓一次。荒唐至此，王阳明心力交瘁，多次请求辞官，朝廷始终不批。嘉靖7年，公元1529年，57岁的王阳明在江西南安的一条船上病逝。临终前，弟子问他还有什么遗言，他微微一笑，说了8个字：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王阳明死后，他的学说一度被朝廷定为伪学，遭到禁绝。但思想的火种一旦点燃，就再也扑不灭了。心学在明朝中后期席卷天下，弟子遍布朝野，著作反复刊刻，语录在民间口口相传。更深远的是，心学传入日本，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的一代志士；传入朝鲜，催生了实学运动的萌芽。近代中国的孙中山、蒋介石，日本的东乡平八郎都曾深受王阳明的影响。东乡平八郎甚至在自己的腰牌上刻了7个字：一生俯首拜阳明。今天回头看王阳明，你会发现他解决了一个困扰儒家2000年的难题：道德和行动怎么统一？孔子说了一大堆道理，但普通人怎么做到？朱熹说你要读书格物，但这条路太漫长，很多人走了一辈子也没走到头。王阳明说不用等，你现在就可以，你的良知此刻就在，你按照它去做，这一刻你就是圣人。他把圣人从天上拉回了人间，把道德从书本里放回了心里，把修行从遥远的彼岸变成了此刻的行动。他告诉你，你不用成为别人，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，那个良知清澈的本来的自己。500多年过去了，当你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，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什么是对的，但你犹豫要不要听的时候，你其实正站在王阳明500年前站过的那个路口。他的答案始终在那里，简单到令人不安，也勇敢到令人动容。听你良知的，然后去做。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